这是堪比《葵花宝典》的邪魅武功，所练之人毛发会变得花白，但全身肌肤却犹如婴儿般红润啊！他攻防兼备，一招之威可轻易取人性命，运转功力亦可刀枪不入。他就是江湖绝世秘籍五祖童子功。恶霸方龙本是一介马夫，凭借偷盗的童子功秘籍，短短时间便一举成为绝顶高手。他更是组建势力龙骨通天战，意图独霸天下。只是冥冥中自有约束，这逆天秘籍却仅仅只有前面3招，翻到后面却是几张白纸。方龙心生忧虑，要是最后2招落到别人手中，必将后患无穷。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找到童子功下半册。方龙先是来到武林剑神家中，直接逼问对方秘籍下落。只是剑神已经封建归隐，虽然听说过五祖童子功，但却并没有这所谓的秘籍。谁知方龙步步紧逼，扬言不交出秘籍，就要剑神父女抵命。退无可退，剑神只能拿出尘封多年的宝剑。几个手下不知天高地厚，想要在方龙面前表现一番。可当剑神拔出宝剑，5人这才知道，堂堂剑神并非只是浪得虚名，对方随便一出手，便将他们尽数击飞出去。剑神武艺超群，但相比方龙还差一大截儿。五祖童子功霸道无比，只一招就将他打翻在地。剑神含恨而终，3个柔弱遗孀只能成为待宰羔羊。大女儿被恶霸带进屋内残忍杀害。至于2个只会哭闹的孩子，方龙没有痛下杀手，他毫不在意地将其踢开，只在离开时给了一点小小的教训。转眼20年过去，方龙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人死于其手，他依旧没有停止对童子功下半册的搜寻。这天，龙骨五鬼来到擎天武馆踢馆，他们嚣张至极，进门就扬言让馆主出来，即便管事儿的声明馆主生病了，他们还是不依不饶。几个弟子心生不忿，想要替石鼠出战，不料对方心狠手辣，竟徒手将他们生生拍死。一场杀戮过后，方龙也随后赶到，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病殃殃的武馆馆主。原来25年前，方龙还是区区一介马夫，专门负责给这个老头牵马。不曾想，如今已然成为一方豪强。方龙小人得志，逼着馆主交出童子功下半册。馆主不禁冷哼，声称方龙只练了前面3招就如此横疾，要是自己有剩下那2招，早就把这个恶霸宰了。馆主不是贪生怕死之人，他拿上宝剑要跟方龙进行生死决斗。看着眼前连走路都困难的老人，方龙决定展示童子功戏谑一番。他接连使出游龙戏蜡、恶虎跳墙，馆主根本承受不住，霎时喷出几口老血。正当方龙要用第3招飞燕追灵给其致命一击，一个头戴斗笠的神秘侠客突然出现。方龙一眼认出，此人乃是最近横空出世的后起之秀。他被江湖人称喷水金刚，擅长隔空控物，能使壶中美酒喷涌而出，内力之深厚，亦可让口中酒水变为杀人利器。如此人才，方龙本想诱导他加入通天战，但对方非但不领情，居然还要出手与自己作对。方龙杀心四起，童子功第3招霎时使出，喷水金刚躲闪不及，被轰倒在地，整个人被卡在地板，动弹不得，眼看就要惨遭毒手。一个白衣女侠客恰时出现，此人武艺不凡，同样神秘，一招习行大法救出喷水金刚，又是一招顺水推舟将其送走。方龙大怒，要找他算账，女侠却不与他硬碰，施展轻功飘然离去。没过几天，方龙又将眼界盯上一个镖局，趁对方正在运镖，他带领手下拦在半路，逼问镖头有没有童子功下半册。可该死的是，喷水金刚又一次出现。方龙好奇心大起，询问对方到底是谁，为何老是跟他作对。喷水金刚笑而不语，没有选择回答，而是扬言要领教方龙的童子功。原来喷水金刚是想摸清童子功的招式，只可惜五祖童子功过于霸道，前面2招他还能勉强支撑，到了第3招，没等他看清楚，就被当头一棒打成重伤。就在喷水金刚在劫难逃之际，白衣女侠又一次出现，她还是没有跟方龙硬碰硬，而是故技重施，将喷水金刚再次救走。喷水金刚昏迷不醒，女侠意外地发现他的左手有一道疤痕，原来他就是神剑草屋里没有被方龙所歼灭的小男孩。而女侠也不是旁人，正是当年被挂在树上险些毙命的小师妹。等喷水金刚醒来后，师兄妹再度相认，他们激动相拥，互诉衷肠。20年来，喷水金刚败在昆仑吊崩鬼无影门下，女侠则是师从9条岭玉仙娘子。他们苦练武功，为的就是打败童子功，替师傅和师姐报仇。
两人对前几次的打斗进行复盘，发现喷水金刚每次都败在第3招飞燕追灵，甚至没有看清对方的招式就已经落败。两人商量，要想破童子功，必须要知己知彼。于是两人决定使出苦肉计，诱使方龙使出全部招式，这样他们才能找出破绽，一举将其歼灭。次日一早，两人便闯入通天寨老巢，成千上百的弟子挡不住他们半分，有不开眼的上前阻拦，也只是白白送命。对于3番5次作恶的龙骨五鬼，他们同样不再留手。当五鬼纷纷惨死，大恶魔方龙也终于出现。你不想活，也得先说清楚，为什么总是跟我找茬？喷水金刚还是没有选择回答，只是扬言让他把童子功尽管使出了。方龙恼羞成怒，一上来就使出绝招，两人以2敌1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还是被一棍打得老远。喷水金刚被挂在一棵树上，女侠的身体更是深深陷入山体。不过二人终于摸清他的招式，讹力之下将其逼入死角。喷水金刚一剑刺出，却发现童子功竟然刀枪不入，这让他们始料未及。但很快他们就转变思路，索性抛下武器改用内力。只是方龙的内功同样厉害，他顶住二人前后夹击，硬生生将他们再度击飞。女侠受伤倒地，无意间发现方龙的耳朵流出鲜血，喷水金刚起身缠住方龙，两人各自使出浑身解数，剑棍相持间竟将对方打入地底。女侠抓住机会，飞身一剑刺入方龙头颅，终于破了他的金刚不坏之身。只是童子功实在逆天，哪怕受此重伤，方龙依旧还有余力。他的黑色手指居然化作暗器，将两人暂时击退。方龙想要爬出深坑，但此时已经后继无力。他艰难地从怀中拿出童子功秘籍，想要最后再看一眼。不想秘籍经过血水浸泡，最后2招竟然显现出来。方龙现学现用，想要绝地反击，好在师兄妹及时阻止，一剑刺中他的胸膛。方龙不死心，还要询问他们的身份。喷水金刚一把木剑飞出，直接刺穿他的手掌。方龙这才恍然大悟，他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，大怒间运转全部功力，催动一旁的巨石想要砸死二人。两人当然不会坐以待毙，反倒将巨石砸在方龙头上。一个生命力堪比小强的大恶魔终于陨落江湖。